嗨，大家好，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今天我们来说说新加坡为什么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新加坡总会选择正确。也就是说，在诸多的历史转折点，在多选题的选项当中，新加坡为何总会选出正确答案？我们先来说说刚刚结束的新加坡大选。不出意外的是，由黄循财先生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再次赢得了大选，继续执政。方主想说的是，在这个国际局势混乱、战争频发、极端主义抬头的年代，新加坡这个小国依然稳定繁荣，国民坚定不动摇地选择了延续。先看一眼世界，你看看隔壁的泰国政坛一年一变，再看看欧美极左极右此起彼伏。在这种大环境下，新加坡的选民再次投出了理性票、稳健票。方竹个人觉得这是极度清醒和理性的选择。新加坡人很清楚地知道，稳定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这次新加坡大选让我这个在新西兰居住了20多年的老选民来说，对于新加坡的选民素质印象深刻。为什么这样说呢？方主总结了3点。首先呢，他们不是情绪型选民，是思考型选民。别的国家很多人投票是因为生气被网红带节奏，或者看到短视频上骂政府就跟风而动。但新加坡的选民，他们虽然也有不满，也在社交媒体上发牢骚，但一到投票这事儿上，他们就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国家现在不容易，我可以批评，但不能让国家乱。换别人来做会更好吗？会更稳定吗？我不一定满意，但更不想冒险。这一切都不是盲目，而是成熟的选择。再有一点，新加坡人的公民意识特别强，参与度极高，当然也是强制性投票。他们不是为了凑热闹，是因为真是觉得这一票有责任。这一点其实是挺难得的。很多地方的年轻人觉得投票选举无用，但新加坡年轻人反而越来越有参与感。就这一点，新加坡年轻人很了不起。很多国家的年轻人不想承担责任和义务，只要求权益，而新加坡年轻人知道国家怎么走跟自己的未来很有关系。第三，新加坡选民们有前瞻意识，看得远，不只是盯着眼前的利益。在这次大选前，确实有不少的争议，比如房价高、生活压力大，年轻人会有不满。但是很多人最后投票的时候，还是做出了稳中求进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新加坡这个小岛国家要的是稳定。他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知道这个时候更要稳住局面，而不是让情绪泛滥。要选出一个虽然不完美，但可以信任，能在风浪中掌舵的政府，而且他们笃定地这样做了。所以说呢，新加坡选民真的不一样，他们不是被谁忽悠就上头的人，而是有判断力、有责任感、有国家意识的选民。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不只是靠领导人，更要靠选民的成熟，而这一点新加坡做得真的很好。有一句话是说，选民的素质决定了政府的素质。还有一点，方主很认同的，新加坡投票制度是强制性的。这种机制让新加坡的投票率长期维持在高位，通常都在90%以上。大家有没有想过，强制性投票会带来怎样严肃的结果呢？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更稳固，因为投票率高，选出来的政府代表了大多数人真实的意愿，执政更有正当性，政策更偏向于全体国民，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在用选票被迫表达立场。政府既不会忽视低收入群体，也不会忽视年长者和边缘人群的需求。
对比自愿投票的新西兰，在2023年大选当中，有78.4%的合格选民进行了投票。整个投票呢偏向于活跃选民的诉求，比如老年人、经济中产以上的群体的投票率普遍偏高，所以政党政策往往迎合这些群体，可能会忽略年轻人或弱势群体。这样的结果是政治冷漠可能会扩大，尤其是年轻人对制度失望或者是无感，不去投票，反而让他们被长期边缘化。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的认知和意识缺乏，不满就离开。因此就有了这样的数据：2025年1月的一年内，新西兰长期离境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22800人，同比增加了18%。想想看，一个年轻人不断离开的国家，他的未来会怎样？方主想说的是，新加坡人的务实和刻在骨子里的危机意识，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紧迫感，继而转化成了政治选择性的高度理性。在一个多数国家容易情绪化投票的年代，新加坡人依然保持着冷静实用的判断，这是为什么呢？从李光耀时代开始，新加坡的教育、经济政策、外交路线全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活下去，站稳脚。没有资源，没有水，地小人多，靠什么生存呢？就是靠头脑。我们再来说说这次获胜一直在进化中的人民行动党。你也许会想，一个政党执政太久，会不会僵化？这次带领行动党赢得选举的新总理黄循财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版行动党领袖，他有李显龙时代的传承，又有自己的清新风格。但不管你怎么看，他身上最吸引选民的一点就是靠谱、温和和不煽情。他不是什么演讲大师，能用老百姓说的非常接地气的话，温和而耐心的去解释政府的政策，让民众了解和理解，进而赢得选民的支持。另外，新加坡领导人系统也真的很特别。有人这样形容新加坡：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像抽签，新加坡没有抽到地大物博的签，也没有抽到民族同治的签，相反，他得到的是最棘手的局面，资源匮乏，多族群共处，连水都要靠外援。然而他们幸运地抽到了一张最关键的签，就是李光耀。当年李光耀和他所代表的人民行动党不仅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还带领着这个小国走出了困境，走向繁荣。他强硬而清醒地认知到，必须首先建立秩序才能谈繁荣，必须先让人民留下来才能谈未来。因此，从李光耀到林显龙，再到黄循财，新加坡领导人不是搞民粹，也不搞偶像派，而是一种近乎朴实的技术官僚的育成体系。李光耀时代建立的是精英筛选系统，李显龙时代是温和理性、外交平衡，黄循财时代则是跨代过渡、政策延续。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风格，但有共同点，就是能干、清醒、不折腾。而且他们绝不搞那一套大包大揽的强人崇拜，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压倒一切。你看到的是一个稳定而有纪律的团队，像开的一个很稳健的公司。大家别忘了，新加坡才多大，被称为弹丸之地，但这绝对不是贬义。700多平方公里，比奥克兰都小，资源几乎为零，人口才600万，还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复杂社会。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能建成亚洲金融技术中心，外交上跟世界各国融洽相处，国内没有大规模的抗议，人民普遍安居乐业。看看这几个有代表性的第一：2024全球竞争力年报，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一；全球最 top 国际航运中心，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一；
2023全球政府效率排名，新加坡排名第一；全球经商环境，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一；2023清廉指数排名，新加坡排名亚洲第一；全球安全指数，新加坡排名亚洲第一。还有更多更多。说到这些，我都替新加坡人感到自豪和骄傲。你可以说它是奇迹，但它更是长期选择正确的累积结果。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如果您喜欢方竹的节目，就请您点赞、订阅、转发，或者是留言方竹时间，这是您对我最大的支持。方竹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见。